我知道你小子长什么样，别再让我看见你。哎，你这瓶酒算是赔我的还是请我的呀？啊，你不是不喝酒吗？那要看跟谁了。这回呢？你醒啦？咱俩昨天晚上挺好的。还断片了。喂，大哥，你这一宿也不接电话呀？我还以为你自首去了呢。你哥和你孩儿他妈都找你呢，赶紧跟他们联系一下吧，报个平安。我知道了。小波等一下就下班了，我得赶回去给他做早餐。我先回去了。哎，昨晚上咱俩没什么吧？你紧张什么呀？别担心，我又不会赖上你。关队长，你怎么知道？之前我还一直在想，你怎么那么眼熟啊？原来你就是不久前抓住那个车震凶手，并且有个通缉犯弟弟的警察。怪不得你那么猛男。关队，关队，跟来。老周，回头告诉技术队，下次别费那劲了。锁黄底桌24的位置，门就能开了。我这孙猴子再精明，也斗不过你这二郎神啊！谁让你有3只眼呢？有什么发现吗？法官，这老虎，它不吃手机呀！啊！我告诉过你，分谁喂。我知道你们2个人见过面，而且一直在联系。说实话，我是真怕在你家里发现点什么，
兄弟替你捏把汗，见好就收，别陷得太深。喂，行，知道了，马上过去啊。这个就是关宏宇吗？从录像上看，他跟安藤不像是一伙的呀。能再清楚点儿？已经送去总队和物证鉴定中心了，但是因为这个监控型号太老了，灯光又差，清晰成像的效果不会好多少。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巧合的原因，所有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3个人的正脸。门口大堂的监控呢，也没拍到。那台已经坏了很久了。这个安藤的身份，不知道高法医那边尸检怎么样？安藤用的枪是改装过的540，序列号被错掉了，弹道送去市局那边做对比了。他开的那辆车是不到1周以前租的，钱包里有少量的现金和书写模糊的收据几张，没有找到任何身份证明和银行卡，还有2把钥匙。手机呢？他的手机卡是那种不用实名就能购买的，拨打过16个电话，经过初步筛查，有2个已经关机，还有停止使用了。您看，如果我们要是告诉关队的话，可不可以？周队，接到一个报案挺奇怪的，关老师让您去一趟。行，知道了，你先去吧。哦。所有的调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好。这是我们周队。走。麻烦你再说一遍吧。今天一早我接了个电话，说是我儿子给绑架了，还要我准备500万现金赎人。你确定你儿子被绑架了？跟他联系过没有？没有。那你最好先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周队长误会了，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儿子小鹏一直坐在我身边呢。哦，那可能是诈骗。现在这种事儿挺多的，既然孩子没事儿，甭理他们了啊。你先别着急，听他把话说完。确实有些怪的事情。小鹏昨晚出去玩，喝了那小酒，半夜是坐的出租车回家的。可是现在，他的车找不着了。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先按车辆失窃处理一下，好吧？我建议还是按绑架案来处理。人都在人。一般绑架诈骗电话，可能索要的也就是5到8万，10几万的都很少。你听说过一上来就要500万的绑架诈骗吗？亚楠，来，把这签下。为什么调查我？我涉嫌什么违纪行为了吗？这还不是之前关宏宇夜闯支队时闹的吗？你签一下吧，走走过场，做个样。可是这上面既没有主管局长批示，也没有周巡签字，我为什么要签？这不是表示你是自愿配合吗？配合，我当然愿意配合。想怎么走这个过场，尽管问。就这车啊，对，那个半小时之前那附近村民发现的这车，然后这个缉毒队已经去调监控了。怎么样？车辆状况良好，没有明显的剐蹭痕迹。车内车外找到了很多不同的指纹，不知道对排查有没有帮助。哦，对了，那个扶手上还有半枚脚印。又叫钱校长。哎，勘察完了把车开回去啊，先别还给郭家。但这辆车不就是郭鹏丢的那辆吗？哎，这车被丢弃在这之前，里面肯定坐过3个人，这个脚印应该是有人钻到后排时候留下的。
这种车后排不适合坐人，如果是非得要坐的话，要把前排的这个靠背放下才能钻进去，没必要那么粗鲁啊，踩进去。这个脚印虽然只有半个，但是可以看出来，这是43码以上，而且那么大个，一看就是男的。如果只是单纯偷车的话，没必要这么多人吧？而且最后还把车给拽这儿了。郭鹏昨儿不是喝多了吗？他打车走的，这车停哪儿了？郭家庄路的和弦音乐酒吧，应该是个夜店或者 club。回头查查是怎么开来的。啊，钥匙都在上面，这车偷的也太容易了啊！行了，差不多了，收队。王志革夜闯支队时，你在干什么？我已经跟周队汇报过了。那天晚上停电之后，关队来法医实验室找我，我们在楼道里相遇，遭到王志革的追杀，我们就一路逃到停尸间，借助停尸间的门挡住了王志革，直到电力恢复，增援赶到，我们才离开。从楼道里留下的枪痕来看，王志革一路追杀你们到法医实验室，一共开了5枪，但都没有打中。您觉得很遗憾？他进入法医实验室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开枪。大概他是对9毫米的子弹能打穿16厘米厚的大门没有信心。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时候，周队和关宏宇在楼道相遇，并爆发了冲突。鉴于当时情况危机，周队呢就没有继续追捕他，而是去营救其他同事。依据他们2个人短暂的交流，我们得知啊，关宏宇是从楼上下来的，他很有可能进了法医实验室，这也符合他声称的去救关队的目的。哎呀，好感人啊！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怀疑关宏宇和王志革是一伙的。那他们俩就是一起来杀我和关队的，好险啊！然子，配合一下嘛。您这种完全不着调的猜测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我怎么配合你？王志革之所以放弃追杀，很有可能是被关宏宇半路拦下的。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刘队？王志革这会儿还在停尸间，要不您去问问他？啊，东西没找吧？啊，没有。昨天晚上你去过和弦音乐酒吧吗？检察同志，您这不就是明知……对，我在酒吧，一个人，和几个朋友。钥匙怎么会在车里？啊？车钥匙怎么会在车里？哦，我好像是把车钥匙给服务生了，让他把车给我开过来。我喝多了，去厕所吐了一下，朋友打车把我送回去了。既然这把钥匙给了服务生，为什么还说自己车丢了呢？哎呀，这我喝多了嘛，这早上起来脑子也乱。田同志，真不好意思啊，一场误会，给大家添麻烦了。现在看来啊，既然车找回来了，那个绑架的电话，我琢磨的就是骗子打的，咱们呢就不耽误了啊！别，等等，事情没那么简单啊。从郭家庄东侧附近停车场调取的监控来看，在凌晨1点50左右，确实有人在那儿开走了你的车。不过刚开出了停车场，你的车就被拦下了。从监控里来看，这2个人是强行上了你的车，随后开车掉头驶离了郭家庄地区。从小乔庄附近调取的监控来看，这辆车是在凌晨2点半左右经过了小乔庄路口，随后一辆没有牌照的松花江牌面包车驶离了现场。不出意外的话，这些人就是在那里换的车。警察同志啊，我还是没听明白，您说的意思是？我们认为您接的电话很可能是绑匪打来的，只不过阴差阳错绑错了人。那绑走的人是谁呀？这个时间段，和弦音乐酒吧还没有营业，我们联系了老板，看有没有失踪的员工。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假设绑匪不知道绑错了人，所以我需要您的配合。配合？啥配合？你手机呢？手机？啊。哎，
配合我们，就当你儿子真的被绑架了。亚楠，你也是队里的老人了，从实习助理到今天的主任法医师，可以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关宏宇啊，他落网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我不希望你给他牵扯太深。刘队，我还要重复多少遍？我和关队那天晚上真的没有见过关宏宇，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就算是关宏宇想来见我，或者关队，他也犯不上来踹支队的门吧？你怎么说话呢？我们是对事儿不对人。对事儿，您真的有考虑过这事儿有什么蹊跷之处吗？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关宏宇真的来过支队，甚至和王志革之间有什么关联，那他为什么要来支队啊？那当然，他是为了他的案卷呢。对啊，就是为了他的案卷，无论是复制案卷还是销毁案卷，能替关宏宇脱罪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对他的案卷那么感兴趣？那这个，我劝您先把这事儿想明白，至少比在这浪费咱俩的时间强。我对关宏宇的案子并不了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摆明了他的案子有问题。甭管是您刘队，还是您口口声声说的我们所代表的各位领导们哈，与其在这挖空心思刁难自己人，还不如把精力放在真正有疑点的案件本身。我还有工作，是为了。等一下，亚楠，阿司匹林是可以抑制妊娠反应，但对胎儿啊还是有副作用的。我也算是过来人，为了孩子，把这药给停了吧，啊！谢谢刘队提醒。您为孩子着想的方式，全支队的人都见识过。关队，哎，亚楠，安藤的尸检出来了吗？正在做验尸报告。那他的随身物品查了吧？技术队拿走了，你回头去2楼问问。刘长勇知道我怀孕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不知道，可能是猜测。先不管了，暂时统一考境吧。你在这干嘛？传达室说有人找我。关队长，您好，您是？我弟弟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我也联系不上他，所以我就想来找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啊，那进去说一下情况呗。请坐吧。对不起，我们这儿不能吸烟。关队长处处留情不要紧，关键您可别提了裤子不认人呢。我只是个前支队长，现在这个顾问的身份，连警察的正式编制都不算。我可没有能力把你弟弟不确定的失踪在支队立案。那我可不管，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就像昨天晚上那样。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去过和弦音乐酒吧？讨厌，你都知道还问我。关呀！怎么了？绑匪又打电话来了。
啊，纸和笔都找着了，你说吧。500万，只能用50或100面额的，钞票不能连号，听清楚了吗？啊，那个，你得让我跟我儿子通话，那个我得知道他还活着。姓郭的，你儿子的命捏在我们手上，轮不到你发号施令。那我连我儿子死活我都不知道，我凭什么给你付钱呢？再说了，你要是把他给害死了呢？你他妈是不是报警了？没有，我只是想破财消灾啊。那，喂，挂了，这是什么呀？定位到了吗？主叫号码是一个网络 IP， 定位不到。IP 地址呢？好像是一个境外的处理器，应该是用了 VPN。外网代理的 IP 段。像这样代理应该都是屏蔽 IP 地址的，因为像这样代理本身本来就是用的境外处理器。哎，季霞同志，你看啊，配合工作配合到这份上，我够可以了吧？再说了，这事本身跟我家就没什么关系，你老这么折腾我，没准我就会招祸的。对，感谢，非常感谢啊！您再稍微的配合一下啊，真要是把人质救出来，这不也是祖上积德的一件事吗？啊，积德行善这是啊。这什么呀？你找人啊？哦，我找关队。你是关队朋友啊？昨天晚上刚认识的。您是？高亚楠，关队的同事。你好，我是任迪。喂，找谁啊？我，关队的朋友说有事儿找他。老关，你的朋友？您要的验尸报告。喂，郭鹏怎么会在这儿？你弟弟是怎么失踪的？小波昨天不是晚班吗？你忘了？咱俩出去的时候还碰到他了。今天我回去给他做饭，发现他一晚上都没回来。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都说没见到他。小波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集，按理来讲，我一晚上不回来，他应该给我打电话才对。那你没去你们单位？不是那个何璇吗？还没开门。我给老板打电话了，他也没接，估计还睡觉呢吧。哎呦嘿，正找你呢。那个，刚才那个事儿，你怎么看？安藤的验尸报告你自己看看吧。哦，对了，那个技术队正在处理刚刚传过来那张人质照片，发现照片呢？照片小周，周，来，过来，弄好没？照片？我打。快！你看，从照片背景里。我们现在已经得知，被绑架的人是和弦音乐酒吧的服务生，叫任波，23岁，河北石家庄人。目前推测，他应该是在昨晚上班的时候，替郭鹏去取车，被误当成了车主，遭到绑架。从照片上来看，绑匪用胶带封住了任波的嘴，整个过程当中，任波应该都没有得到跟绑匪沟通的机会，所以他们绑错了人，并不知道。现在看来，咱们应该尽量的稳定和维持住这个局面。哦。难怪我看这个人眼熟。那好啊，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那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啊！哎，别，郭先生，我们恳请您继续协助我们工作。为了人质的安全，暂时不能让绑匪知道他们绑错了人。为什么呀？
因为绑匪既然选定了你做目标，对你的背景肯定是了解过，知道你的父亲有支付赎金的能力。但如果绑匪一旦知道人质家里没有支付能力的话，那就放了再绑一个呗。有这种可能。但如果绑匪心狠手辣的话，撕票也是一种选择。我跟你一样想通透这爷俩，但要控制好情绪。他们并没有法定的义务配合我们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协助也是为了营救人质，多争取时间。这个任波的姐姐是在河沿酒吧做驻场歌手，家境贫寒，姐弟俩相依为命，在外地打工，应该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赎金。关队，我们放大了照片，从背景上看，好像窗户有一部分是被牛皮纸包住了。这个照片我看过了。从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来看，任波应该被绑在一个西南朝向的房间里面，而且地面和墙面都非常的残破，这种坎墙上贴的瓷砖现在都很少见了。这应该是一个待拆迁的房子。从这个户型来看，这种房子应该都在京港的老城区，不管是绑匪自己的还是他临时租的，这个地方显然都快拆了，对吧，关队？那周队，您说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对，把照片送到物证鉴定中心做一下锐化处理。任波被绑的这把椅子很可能是固定在地面上，如果照片能更清楚一点，看清楚他们使用的什么工具，对排查是有帮助的。好，我现在就去办。好。绑匪竟然在小双桥换的车，那么重点查查北五环以外的小区。好，我带上去。哎，老关，咱们除了稳住郭西湘之外，还有别的招？看看能不能让郭西湘他们先垫付一下赎金，当然前提是不会让赎金落在绑匪的手里。就算是地主老财，瞬间拿出500万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所以呢，要委屈你关的顾问放低姿态，真心的去请求他们帮助。安藤的验尸报告上，除了你用手枪套筒制造的那个3乘2.5厘米的开创性伤口，堪称血腥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亮点。他的随身物品还有夜总会的监控录像，应该都在技术队做分析处理吧。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正式参与？还请周大队长好好考虑考虑。人家已经找到支队去了，我看你怎么收场。行啊你，背着自己怀孕的女朋友去玩一夜情。谁呀？我就是喝了点酒，我们什么都没有，真的。就是我喝多了，他喝多了，就恰巧睡在一张床上去了，什么都没发生。真的真的。现在人家的弟弟被绑架了，他又交不起赎金。绑匪随时可能会撕票，先把精力放在破案上吧，等把人救出来再说。有道理。我对你今天晚上将会面对的境遇深表同情。关队。关队。找我？之前死在我手上的那个叫安藤的，现在知道了是个假名。在查清他身份之前，姑且先这么叫。他的指纹和 DNA 筛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是他使用的那把5.4手枪，经过弹道的对比，和一起悬案的凶器相吻合。西城的案子。对，死者叫于松堂，是个流窜抢劫的惯犯，
他的作案区域主要是在西城、海港还有咱们区，但是他3年前让人在洞田后街给毙了，用的凶器就是安藤的这把枪。这案我从市局调过来了，尸检报告也在里边，有空你们看看，没准能找到与安藤身份有关的线索。3年前的案子，就因为用了同一把枪，咱们现在也没办法确定这个人就是安藤杀的。说实话，我也没看出来什么，所以要拜托你，关宏宇，没准能给点线索。哎，什么意思？他怎么还在这儿？我已经把我手机通讯录上所有的人都翻了，我甚至找不着一个可以借给我钱的人。500万，这对郭鹏他爸来讲就是一栋房子的事儿。可是对我们这种人，我上哪儿去找人500万？你做歌手这么多年，都不认识1、2个能借你钱的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啊，好多个呢，像郭鹏这样的，找我去陪他们睡就行，对吧？一个人1晚上5000块，我睡1000个男人，我总能攒到500万的吧？那你呢，关队长？你是不是也要给我5000块啊？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替你想办法，你别着急好不好？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儿吗？哪件事儿？郭鹏的帽子。帽子？小波，小波，哎哥，鹏哥的车停哪儿了？啊，鹏哥的车就停在那边呢，就是左拐，然后再去把鹏哥车开了。啊，好嘞。哎，对不起哥，哥们看着点啊！凶什么？这我弟弟。你弟弟啊？自家人。哎，走了啊。难道说？对，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郭鹏给绑架了。关队长，你全力以赴是不够的，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找回来。仁弟，你不能走，你得留下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线索。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回去工作，给我弟弟攒赎金。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碰见2个有钱的客人。你还不去送送人家？不是你想的那样。哎，戴口罩那就是关宏宇。这期间他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这个人就是跟安藤一伙的，不过没拍着正脸，身份也没法确认。到屋去。停。
把这放大。刘队，这人您认识？感谢您和您父亲的配合，希望呢你最近能注意安全，尽量减少公共场所的出入。好。周警官。如果方便的话，你给我留一个电话，闲下来的时候一起坐坐。啊，您要是想找我的话，就打支队的电话就可以了。啊。好，放心吧，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关老师，我不管，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救出来，这是你欠我的。行了，关队长，我就不劳您远送了。等一下。怎么了，美女？我要去上班，你要是顺道的话，就送我一程吧。啊？顺路，非常顺路。来。军哥，你弟的事呢，我挺遗憾。但要说这500万呢，你也不是第一天来上班。该知道啊，军哥就算把这杂货买天全卖了，也值不了这钱的。这个你拿着，就当是2年的工资吧。军哥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至于你以后来不来上班，随你了。任姐，该你上场了。我就来。哟，居然活着回来了！你没被人跟踪吧？我已经把我手机通讯录上所有的人都翻了，我甚至找不着一个可以借给我钱的人。我上哪儿去找人500万？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把小波当成锅棚给绑架了。你全力以赴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把小波给我找回来！我觉得宏宇跟任迪之间应该没发生什么。
你别太往心里去。其实出了这个事儿，红玉也挺自责的。尸检报告看过了？看过了。这个于松堂一共中了3枪，第1枪在左膝，打碎了半月板和膝盖骨；第2枪和第3枪都是自后脑射入，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防卫性的伤口。现场勘验看了吗？没有，我只看过验尸报告。第1枪是从斜上方打入的，第2枪是倒地以后补射的。被处决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又一名被处决。你不觉得很眼熟吗？你是说和王志革的作案手法很像？不管是王志革还是安藤，这伙人做事手法还是挺职业的。我们假设是安藤杀的人，那他为什么要从长风救走一名罪犯，又在西城杀了一名罪犯？这个于松堂在活着的时候到底干了什么？警察同志，我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行不行？我真的求求你了，真的不行。我就进去看一眼。哎，就跟我来吧。看这面墙上这遗留的这些个线啊，电线。哎，我已经叮嘱过了，绑匪来电话的时候，他会控制住情绪的。汪老师，这已经是物质鉴定中心能处理的极限了，但是还是很难看清楚他们是用什么把椅子钉在地上的。这色差和对比度调过了吗？没有，只是清晰化了原图影像而已。哎，你看这儿是不是显得更亮一点？啊，如果人质背后这个窗户是西南朝向的话，这不可能会更亮。那您的意思是拍摄角度的一侧也有一扇窗户？对，而且这扇窗户应该还挺大的。有没有可能是门、走廊或者是阳台什么的？听不懂我说话，我不说是窗户吗？你们家门上有窗户，而且这个房子是肯定要拆迁的。如果按照这个户型，我们大胆的推测的话，这应该是个老式的塔楼。哦。哎，老关，你觉得呢？嗨，技术队筛选小区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已经跑了1宿了，北部方向地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其他3个方向还在筛查中。师姐呢，已经带着结果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行，安排至少4个探头，都带着枪啊。好，把丫头给我叫起来。哦。大爷，小影黑。这可多长时间能出结果？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看你给那范围啊，300多个交通监控探头，距离还都那么远，就1辆没牌照的面包车。那我这不等同于大海捞针吗？你再说了，那入侵交通监控系统那是违法犯罪。那哥们偶尔仗义1次2次得了，你不能总是没完没了的在那逼良为娼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现在这心情我是能理解的，就是我还是认为啊，办案抓贼这样的事儿，你不如你哥。咱与其这样没完没了的就无头苍蝇似的乱晃，咱反倒不如把这宝压到这个专业人士身上。
这即将拆迁，而且是塔楼设计的，就这仨小区。对，有这3个小区的那个平面设计图和户型图吗？都在这儿呢。天方小区，啊，9号楼和13号楼都有可能。小子，拿着图纸跟我去天方小区。走，法官，我先去啊，走。关老师，哎呦嘿嘿，看着。周队，关老师，那边快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啊！老关，人命关天，我得先走了。调停和解的事儿，你先帮个忙啊。走。关队，哎，关队，正好找你有个事儿。你还说我弟弟连累了你？他们要绑的是你儿子，要不是你儿子让我弟弟去开他的车，我弟弟怎么会被绑？你儿子昨天晚上还在酒吧快活，我弟弟呢？啊，我弟弟呢？我弟弟呢？你疯了！胡说八道！来，馆长，你来的正好啊！我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来帮忙的吗？哎，我凭什么受这气呀？来，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别动气，来坐。哎，不坐。副总，您现在呢只需要踏踏实实配合好我们的工作。您仔细想想，不管这人质最后解救不出来，活是我们干的，雷是我们扛的，但最后的称颂是落在你的身上的。对你来说，这是有利无害的事儿。表扬这东西嘛，又不能当饭吃。你以为我在乎这？我跟你这么说。现在是我在跟你说，你是搞房地产的吧？相信你在地产业能走到今天的地步，也是经历了不少挫折。那是。而我们呢，有经济队，是专门调查那些爆发的公民之前的蹉跎岁月。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威胁我吗？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向你介绍我们的一种工作方式。你想想，如果因为你的不配合，导致了这个孩子最后被撕票，或者出现类似的恶果，无论经济队对你感不感兴趣，但媒体会把这个孩子的死归咎在你的头上。到那个时候，你跟你的产业就是众矢之的，这才是威胁。是网络不好。接电话，别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哎，喂，钱准备好了吗？啊，那钱筹到一半了，还短那个270多万。不过啊，我今天从那个深沪股市啊，我套现了140万现金，这笔钱呢，明天中午就能到账。你能多理解，这2年的房地产生意啊，它又不那么景气，我的现金流啊时断时续的。但是你放心，为了我儿子安全，我就是卖车卖房也给你顶上。不过这变现，它不也需要点时间吗？对吧？哎，你当我说话是放屁吗？哪敢呢？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报警了！不能够，我发誓，好吗？哎，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不是那，他又挂了，他是不是知道我已经报警了呢？电话里说什么？小波怎么办？他们是不是知道报警了？我怎么办？放心，不会的。绑匪应该是在诈我们。如果他们知道警方介入的话，也不会在谈话的中后段提出这些，更不会继续用这种交涉的方式。对于绑匪来说，最重要的是赎金。在这之前，杀人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车辆关闭警报器。抵达之后，我们首先要寻找案发当晚小区的监控录像，看看有没有绑匪、人质，还有那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出入和停靠的画面。师傅，咱们让那个小区物业或者楼管提供这个住房信息，会不会更快一些？或者是查电表？查电表？对呀，你想，假如呢这帮绑匪临时租了一个房子来囚禁这个人质，他们用的这个水电天然气肯定是极少，甚至是根本就不用，而且这些仪表设备基本都是在楼道里头，只要咱们动静小点儿，没人发现啊。有点意思，有长进。给你写的查电表，有点意思。把鞋穿上。
班长，有条信。把这个网址复制到电脑上，然后拿模拟软件打开一下，防止绑匪设置了强制的监听监控陷阱。关队，链接安全，是 YouTube 的一个视频地址。要不要先带人质的姐姐出去一下？不用了，这样反倒会让人质家属精神更紧张。转过来，放过来。让我看看，让我看你放了。怎么办？怎么办？哎，你好，你好，您是物业张经理吧？哪楼啊，咱？喂，老关，我这边出了点状况，刚才绑匪发来视频，把人质左手的小手指切断，看来是对咱们筹款慢的一个警告。我操，就他妈差这会儿功夫。你那边一定要抓紧时间，务必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过早暴露。这2名绑匪具备相当成熟的犯罪经验，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很凶残。好，我知道了，是吧？就那个，知，赶紧的，走。关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救救小波，你救救小波，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没有他，我怎么活？人弟，赶紧起来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你冷静好不好？先别哭。你听我说，人弟，先起来，听我说。求你了！你听我说吧，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绑匪打来的，我去跟他谈。啊，你这么一哭不就暴露了吗？你冷静点，别急。接电话。再拖延，就不只是一根手指了。不是，你们怎么是这么干呢？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正在给你筹钱吗？最后的时限，今晚12点，按我之前的要求准备好钱，我会通知你交钱的地点。好，好，没问题。今晚12点，500万。喂，又挂了。喂，你那边什么情况？找到了，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里，那辆无牌照的面包车确实来过这里。602这一家2个月前就搬走了，然后紧接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租了进来。租进来之后呢，他也没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这儿。那赶紧叫特警部队增援。来不及了，我们准备突进去，你让队里帮忙联系吧。拜托你了，一定要成功。好，就这样啊。把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把对讲都关了啊。屋子里至少有2名绑匪和人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证人质的安全。如果绑匪反抗了，不用喊，当场击毙。王老师，喝点水吧。关老师，怎么了？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
你好，吴毅，有人吗？现在外边这么阴，这绑匪视频里的窗户为什么会有阳光呢？周星，你听我说，不要往里闯，这是个陷阱。你说什么？你敲门了吗？敲了，没人开啊。这就对了，绑匪传来的视频上传时间应该是在20分钟以前，我估计不是今天拍的。如果没有人应门，也许是绑匪设置的防卫机制的一个陷阱。陷阱？不是，人质呢？如果这真是个陷阱的话，人质恐怕已经被转移了。队长，解除了。收到，周队已经解除了。好，干着，谢谢啊。爬个窗户费那么大劲，这东西在哪儿呢？就这个，算是小伎俩，不过这确实不是一般毛贼能够想到的。绑匪在门口设置的一根半线，如果把门推开，半线就会触发那个开关，开关就会触发那个高频信号发射装置，只有接收中断的一方，就会得知有人进来了。那这玩意儿的覆盖范围是多少？你们不是有技术队吗？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周队啊，您看看这个来。真他妈狠！一定要想办法破解那个高强度信号的发射装置。一旦找到接收方，我们就可以定位到绑匪甚至人质的位置。现在离绑匪要求的时间还有9个小时，抓紧。方老师，您不一起去现场啊？绑匪随时会打来电话的，我得留下来稳住人质还有郭西霞。关队，算了，回头再说吧。你去会议室等我吧。周队，啊，我刚从小区监控里发现啊，在凌晨1点37分左右，2名绑匪带着人质离开了。画面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出任博的状态不是很好。他被蒙着眼睛、捂着嘴，还遭到绑架，可能也是因为失去了一根手指头吧。我看他连正常行走的状态都很困难，是被绑匪架着出去的。那车辆有什么特征？啊，是一辆深红色的尼桑。机务队那个处理之后啊，还原了车牌，车牌是港 G 的啊。我们还发现车主了，车主叫王文卫，对，王文卫，52岁，住在青山区，然后自营一家小超市。那试着查查车主，啊，咱别打草惊蛇，必要的话让交管队的朋友们给那个协助一下。好嘞，行了，嗯。技术队怎么还不到呢？啊，麻溜的。至于宋堂的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在做安藤尸检复核的时候发现的。是正常的浮肿，还是因为腐烂造成的皮下气压增加？积水。对，这个所谓的安藤右膝关节有严重的慢性骨骼和软组织损伤，导致膝盖和半月板位置出现大量的积液。你可以观察一下上面的针孔，他活着的时候有定期向外抽除积液的治疗习惯。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不是我觉得，你摸摸他的膝盖骨。
有3处增生。确切的说，是有3处1×1厘米左右的圆形愈合增生。说起来，这大哥还经常膝盖中箭啊。演习弹。从我经历的类似案例来看，和遭到橡皮子弹创伤后的愈合状态非常相像。能确定他造成创伤的时间吗？需要做骨质切片，不过摸起来应该至少是4、5年以前形成的。确认一下准确时间。如果是在训练或者演习当中被橡皮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痕，那我们就能确认，他很可能曾经是个军人，或者是名警察。哎，小赵，怎么样？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半截手指，所以还没有拿到人波的 DNA 检样。不过通过血型来看，跟人波应该是一致的。那个玩意儿，这是一个高频信号装置，辐射的范围应该是3公里左右的半径。也就是说，如果绑匪想要接收到它的信号，必须待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检测到这个装置的位置，应该就可以找到绑匪的位置。那岂不成千上万啊？连倒车雷达都是？不是的，绝大多数生活中的装置呢，基本都是低频，甚至是不加密格式的。比如说倒车雷达、遥控器、对讲机。像这样的高频频道本来入侵就是违法的，何况是在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区，这样的高频装置并不多见。那赶紧的，赶紧的。打过电话了，设备正在来的路上。哦，喂，喂，对，哎，车主王文蔚找拿瓶水啊。喂喂，不是，你说你的，听着呢啊。他说他的车啊，在1周前被他外甥刘岩借走了，然后这刘岩是外来打工的，在京港没有什么固定工作。这人啊，27岁，有过一次抢劫未遂的前科，目前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这个王文蔚呢，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说他手机一直处于什么关机状态。行，那这个叫刘岩的这个能查多少尽量查啊，通知家里面的外勤再调2组人，别穿制服，不许开警车，到那个现场周围路段去搜索，好吧？好嘞。喂。你斟酌考虑一下，用这些进展能不能稳住人质家属？我知道了，你们继续保持谨慎，绑匪应该不止这一种反制措施。怎么样了？虽然这次没能救出小波，但是我们摆脱了绑匪的圈套，绑匪应该不知道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而且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我们已经确定了其中1名绑匪的身份，应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确定他的位置。是不是只要找到他，小波就能回来了？应该是。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要相信公安的办案水平。喂，我能畅所欲言吗？你说吧。杰瑞从我这儿跑了，拦不住他。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我知道了，以后说话别这么卡通了。我告诉过你，我这个手机现在很安全。好吧。我有电话进来，先不跟你说了。喂，咱们今天能不能提前交接？你听我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在追踪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随时要面对临时应变的情况，你干不来的。如果现在交接的话，先不说穿帮不穿帮，对寻找人质也是不利的，你说呢？你放心吧，我会把追查到的线索都汇总给你，等交接的时候，你就可以全力的实施抓捕了。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现在能做的，最好就是回到交接的地点，或者先把自己藏起来，好吗？那拜托了，交接的时候再联系。温老师，车找到了。2组跟得太近了，再跟就该醒了，抽出去，换4组跟。
各组注意，车上只能看见一个人，绑匪和人质很可能已经分离。在确保人质安全之前，绝对不能暴露。技术队一旦确认信号接收装置和监控车辆重合，立刻汇报。如果这是绑匪的另一层反制措施的话，那么这个流言会不会定时和挟持人质的绑匪进行安全通讯呢？越是这样，越不能轻举妄动，因为一旦中断绑匪之间定时的安全通讯，有可能会危及到人质的生命。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真的存在某种定时联络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定位他们的通讯信号来确定另一名绑匪的位置？1000多万人的一个城市，无论流言开到哪儿，这身边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号。现在的科技还不足以能够把一个人定位在几米的范围里。那怎么办啊？我们真的只能等到他们会合？现在通过绑匪一贯的表现，能看出他们所采取的是赎金和人质分离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拿到赎金之前，很可能不会碰头。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郭总。啊？叶方舟。你终于肯见我了。找我有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对面咖啡厅坐一坐吧。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忙。以前我在这上班的时候，也总跟你说我现在很忙。那个时候你就在对面咖啡厅等我。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呀？是啊，过去这么久了，我希望我们都能看开一些。当初的事儿也不怨你爸，毕竟他是支队长啊，他也有他的顾虑。看开些，你是想让我对你看开些，还是对我爸看开些？喂，周队，我在。好，我和关老师说一声，我现在就过去。不好意思啊，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叶方舟，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关老师，周队让我和增援探组一起去现场轮换，去跟踪绑匪。安迪，你可以多留一会儿，了解情况。我还在这儿干嘛？继续求那个姓郭的是吗？如果你们还认为他会大发善心的话，我就只能在这儿给我弟弟收尸了。郭西湘已经在很努力地配合解救人质的工作了，垫付赎金不是他应尽的义务。你应该知道，这么短的时间筹划这么多钱是件很难的事情。关队长，原来你真的还是只会听那些有钱人的人说话是吗？如果你们命令他必须垫付这笔赎金的话，他敢说不吗？你听我说，安迪。我跟他提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们支队是没有任何资格向一个普通公民要求垫付赎金这种事情的。他是不是富人，这个不重要。我们是警察，我们要守法。你不要再解释了，我算是白认识你。都好几个小时了，
这孙子围着这条线绕了800多圈，要我说直接给伢掐下来，把嫌疑人审出来不就完了吗？啊？这可不行，因为通讯一旦中断以后，另一名绑匪就会撕票，这种结果是咱们和家属都不能承受的。那我们就继续傻了吧唧的看他在这断枪是吧？啊，就没别的办法了吗？还是等他们再跟我们联络之后吧。然后去定位另一个手机号码，对吧？老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再不争分夺秒的话，那绑匪再来电话的话，可以谎称我们已经把赎金准备好了，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们交接的方式，这样也可以再多争取一点时间。行了，行了，行了啊，赶紧准备钱吧，别一天到晚谎称了。到哪儿了？周迅这几天跟我杠上了，他现在破案心切，我担心会出岔子，你尽量稳住他。另外记住，时间是关键，一旦确定了对方手机的位置，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实施营救，所以一定要让特警处于备勤状态。如果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随时联系我。哪儿？听我爸说，警察那边一直都有进展。你也别乱想了，你看这给熬的。是不是如果当初我跟了你，你爸就会出钱救小波？你这都说了如果嘛，你这突然间500万现金，你这就算是我爸他也得。你现在多休息，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别把自己熬坏了啊。你说的对，还有2个小时就要演出了，我是该休息。你知道哪有酒店吗？我给你安排。我都快忙翻天了，你不帮忙也别添乱。什么事儿不能等案子完了以后再说啊？叶方舟，人是我查的，事是我办的，没错。这解职的意见上还有你签的名。这么严重的问题，没让检察院直接给他带走，已经够给面子了。解职的决定是正确的，怎么了？不是决定正确与否。安藤和你弟弟曾经在一个夜总会里见过面，跟安藤接触了一共有3个人，其中1个人很可能是他。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难道你认为当初我跟他很熟？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弟弟有没有什么途径可能认识叶方舟？你看过夜总会的监控视频啊？你亲眼看见我弟弟跟叶方舟勾肩搭背了？等一下。安藤和你弟弟毕竟存在某种关系，而安藤呢，和叶方舟显然是一伙的。你好好想想，
这背后牵扯的很可能不只是一家5口人的生命。没错，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关联就是安藤作证说我弟弟杀了那一家5口。你怎么知道安藤为你弟弟的案子举过证啊？当然是看过案卷的人告诉我的。谢谢。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你好，先生，您的茶水请慢用。来，先喝点水，解解酒。刚才服务员说没房了，看看能不能腾个大床房，我再去看看。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换一家。我都跟你解释那么半天了，你就不能说句话吗？啊？关队，从这切片来看的话，这个创伤至少是6年前形成的。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不喝酒了，好不好？啊，别生气了啊！你生气对孩子不好。关浩宇，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决定不生这个孩子了。你有想找哪个自己人就找哪个自己人去啊，你去吧。不是，我说姑奶奶，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我跟人家之间真的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啊？没发生什么是你哥发生的。啊？是吗？哎，那有可能吧？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你还别说啊，我觉得这俩挺行了，关浩宇，真是一层窗户纸啊！不知道的时候怎么看你俩都是同一个人，就能知道以后一眼就能区分你俩。所以说，你们俩还是祷告这事儿别被周巡发现啊。小了，不生气就好，生气都不好，伤身体。别得寸进尺啊！我没说原谅你的。什么原？等会儿啊。接吧。接就接。喂。方队长，告诉郭西厢，12点之前准备500万，把小波赎回来。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不可能让郭西厢垫付赎金的，而且支队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干。喂，我说你疯了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现在人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
告诉洛西香，小博要是有事儿，我让他儿子陪葬。任妮，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能够找到绑匪，救出你弟弟的。而且我们可以找到绑匪，也可以找到你。你别胡来行不行？啊！我的要求你们已经听到了，只要小波没事儿，我会带着郭鹏去自首的。在这之前，你们别想找到我。对了，关队长，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跟你在一起这2天，我还真是受教了。喂。